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来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他们是青年作家文吉尔老师，欢迎；情感导师严品红老师，欢迎；情感导师曲薇老师，欢迎；情感导师陆琪老师，欢迎。来了解一下这对的基本情况，请看。我们俩都是二婚，刚认识的时候我就得了病，他一直不离不弃，我也挺感激他的。可他现在的态度跟当初完全不一样了。他之前投资失败，把家里的家当都快败光了。我想让他少花点钱，多攒点养老钱，可他总是说我抠门。他就是特别小家子气，还总是偏心他自己的女儿，对我儿子一点都不好，还说一碗水不可能单凭。我觉得我对他已经够好了，可他还是不领情，希望他多考虑考虑我的感受。有请这对夫妻，有请。男嘉宾李先生67岁，来自湖北退休；女嘉宾李女士61岁，来自湖北退休。欢迎两位哈！哎呀，这个精神状态特别好。谢谢。67岁了，对，真看不出来。再婚夫妻是吧？是的。再婚了多少年了？再婚了有10多年了。那很深厚的感情啊。是的。当时是什么情况结合在一起的呀？通过人介绍我们认识了啊。2003年我们就在一起了。啊，您是一个什么情况啊？我是因为丧偶的，我带一个女儿，她是离异的。哦。有一个男孩呢，就判给。我是个儿子，然后判给对方，但是我们两人没有自己的孩子。没有自己的孩子也没什么呀，你们过得幸福就行了呀。08年结的婚。对。啊，那不挺好吗？到现在。嚯！从认识到现在有20多年了。从03年开始算起，应该是21年了。对。通过了解之后，我就知道他的爱人就是得脑肿瘤去世的啊。然后从发病到去世，就3天时间。哎呦！啊，当时呢，他情况很不好，很消极，我就一直支持他。哪知道呢，我跟他在一起8个月的时候，我也查出乳腺癌。啊。他的同事和家人都反对我们在一起。但是我在治疗期间呢，前后治疗1年的时间，做了7个化疗，他呢对我就是真的是不离不弃，而且在治疗期间把家里的所有积蓄全部都用光了。其实呢，当时我也犹豫过，不是你们更不应该来了，这多好啊！就是经历过事件考验的关系。是啊，我也觉得非常的好，我也觉得他是我的恩人，我也感恩于他。但是后来结了婚以后，就产生了一些小矛盾啊。啥矛盾啊？比如说，当时因为我身体不好，工资所有的钱都由他管着，不透明，所以我就心里不舒服。跟他也聊过，也说过这些事情。其实是这样的，结婚了之后呢，我就发现呢，他呢在当家理财这方面是非常欠缺的啊。后来呢，我退休了之后呢，我就把这个财权呢就交给他了。交给他之后呢，他就给我捅了一个大篓子。什么篓子？当时呢，他在小区里边呢。不知道是认识了一个什么大姐，他呢，好像是鬼迷心窍了，把我们家的80%的工资呢，就全部的家当积蓄全部都投入进去了啊。结果呢，到现在这个钱都没了。就为这个事情，他经常跟我吵架。这个投资的事情，当时我已经跟他说得很清楚了，不能所有的责任都怪我。你还好意思说？当时我还提醒你了，我跟你说了呀，叫你别把一个篮子里面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面。结果他把所有的责任全部推给我，成天在家里骂我说我不是个好女人，是个上门星。为这个事情我很生气。后来我就想了，既然就这个样子，那我就把我所有的钱交给你管，好吧？那你就管呀。结果他怎么对我的？他每个月就给我400块钱，你说我能够吗？我肯定不够，对吧？后来我买一点坚果，花了100块钱，结果他又说我乱花钱。本来就是乱花钱，现在这个家就被你败成这个样子了，你还不节省一点？现在我们慢慢的变老了。什么呢？你就是抠门，你就是小心眼，你就是一个不豁达的男人。怎么不豁达了？万一我们将来有什么事的话，不可能找小孩要啊。你就是小心眼。说实在话，为这个事情时候，俩人感情很明显就有了变化。对，这算是一个重大变故，因为对他来说，
过去那些苦难都熬过来了，退休了，有点老本了，可以好好的去养老享受生活了。这个时候又发生了变故，他的挣钱能力又下降了，所以他肯定打击比较大，会有一些变化。是这样的，我怎么又得从头过苦日子？我有点受不了了，也在一个崩溃的边缘。所以别着急，咱慢慢沟通，是吧？钱的事儿咱放在这儿，好不好？对你怎么样啊？主持人是这样的，其实原来的话他对我很好的，比如说我一直生病的，我每年都要吃中药，他确实对我挺好。家里买个小炉子，为了就跟我煎药，然后那个药效打得更好一点。他从5楼拎到1楼去，为了跟我煎药，连街坊邻居都说：“哎，你的老公怎么这么好呀？”就是原配夫妻又怎样呢？也不可能跟你煎这么长时间的药啊。对呀，对呀，我也觉得很欣慰。现在他怎么了？他现在可就不跟我煎了，他就在外面代煎药。不就是个代煎的吗？就是因为他的病得很长了，他就产生了怀疑，就好像说我嫌弃他。那你嫌弃了吗？我没有嫌弃他，他就是嫌弃我了。开始那个药还是我来抓了，结果就是一个代煎了。怎么他没煎了呀？结果他就是嫌弃我，我就心里想很难受。我本来做完手术以后我就很自卑，在别人说一风凉话之后，我肯定不舒服，是吧？我就跟他说，他结果又说我。其实我平时对这个家付出也很多的，把我的全部也给了这个家庭。我在家里我真的是连件衣服我都舍不得买，我就为了身体好一点，是吧？就买点保健品吃。是这样。结果他又说我乱花钱，就做头发长见识短。买保健品怎么啦？我买点保健品还不是为了这个家庭？到医院去还不是要花钱？买了保健品1个月300多块钱，钱多吗？我觉得一点都不多，平均每天才10块钱，我用10块钱怎么啦？我觉得一点都没问题。还没问题？如果我不把拿的钱卡了的话，他不知道要买多少保健品。你就是小心眼，你就是抠门。其实这个东西呢，生活上就可以调理，没必要买那么多的保健品。不吵，大哥呢就是我怎么还得过这苦日子？压力比较大，对吧？对。就刚才您那话嘛，我们岁数越来越大，我们得攒点钱嘛，这钱血本无归了，当然心里难受。您是？但是我的孩子呢？我们2个人的孩子，我对他的女儿那么好，女儿结婚，我把我们所有的家当全部都给了女儿。我从来都没说过不字，结果他对我的孩子他是怎么样的呀？我儿子结婚的时候，他才给了12000块钱，你说他做的对吗？我的女儿呢，就我这一个做父亲的，我肯定让我的女儿呢，结婚的时候能够风风光光的，是不是？我肯定把我的心血，把我的所有的钱都花到我的女儿身上，再加上他的儿子是2年之后呢，没意见，是2年之后呢，他才结的婚。当时我们也没有那么多钱，只有1万多块钱。我没意见，我一点意见都没有。他就说我呢1碗水没单瓶，他本来就1碗水没单瓶。好，这个事情我就不说理了。就像逢年过节，女儿他们过来，对吧？孩子他们一起来了，一大家人的饭菜全都是我做，就是做完了以后，他们吃完了喝完了，我连筷子都舍不得让女儿洗。结果我的儿子来了过年，他是怎么做的呀？他垮脸垮腮的，没一个好脸色给他们。结果现在怎么样？我的儿子不过来了，现在。他还好意思提他儿子，当时他妈妈病的时候呢，他儿子一次都没来看。但是他已经有17、18岁了，从那时候开始呢，我就对他的印象不好。对呀，再加上他儿子来的时候呢，他也不喊人，我怎么可能对他儿子好？他为什么要喊你？因为你对他不好，他就不喊你爸爸。你的女儿，我对她好，他就喊我妈妈，是不是这个道理？我身心的全部付出了，他就愿意叫我妈妈。还有他的妈妈生病的时候，从楼上摔下来把骨折摔了，我好去把老娘接到家里来跟他疗养，他又在家里说我对他妈妈不好。本来就是的，我妈妈呢从楼梯上掉下来，把手摔断了。本来他们在沙发上坐在一起的，突然他就站起来离开了。当时我看着就非常生气，当时我妈妈的脸色也变了。那是突然站起来吗？我看到妈妈的手摔了，我怕碰到他了，我就从这个板凳挪到这个板凳。他跟你说我嫌弃他妈妈，不光是这个事啊，他还有我妈妈让我养病的时候呢，就是在客厅里的走路呢，他离得老远，从来没人说把我妈妈扶着慢慢走一走。本来家里的客厅就那么大，对不对？那么大的话，我像那老人就走一下锻炼一下也蛮正常的，走一下就走一下了，我就在房间去。他就说我嫌弃他，如果我嫌弃他的话，他妈妈在我这里住了2个月，他的洗澡都是我在跟他洗，还要洗衣服，做家人的饭菜，我觉得我一点都没错，就是你心眼小，小家子气。嗨，再就是他有一次生病是吧，就是一个
很简单的治疗，检查，我说那你就去呗，我就在家里做饭，对吧？我把饭也煮好了，然后菜也洗好了，因为天气比较凉，我说你回来以后我就再炒菜，结果他进门就开骂。你还好意思说？我提了这事就寒心。他病的时候呢，我对他是无微不至的关怀，跟他拿药煎药的。结果我去检查的时候，回来是淋了人火抽烟的。我对你不是好吗？你每年去那个检查，不是我在帮你吗？年初的时候天比较凉，是吧？他的胃又不好，我说做早的话，免得吃凉了伤到他了不好。我就想等他回来，就5分钟他都等不了，我就跟你吵一下不就完了吗？他就是在那里说我这那这的。本来就是的，我去检查了，本来肚子就很饿，回来就想吃这口热饭，结果回来是拔凉的。你还在说，我做饭做好了，叫他几遍起床，他都不起床。我起床了呢，结果我起床出来的时候，他直接一菜盆就给后来我是蛮很生气，我一菜我就丢到墙上去了。他为这个事情把我气得，他不理我。我再多说一句，他干脆下楼去了，不理我。其实听了还挺唏嘘的啊，就曾经感情那么深厚。对呀。怎么就能这样了呢？即使是原配夫妻，到了这个时候，家里面在这个岁数上，家里面有个巨大的变化，那个心火都是很大的。你们要心平气和的说这事儿，不这么吵这个事儿，你听这事儿没一件是大事儿。确实。你听听有一件大事儿吗？没有一件大事儿。他就是对我冷暴力，每次都是这个样子。他不是冷暴力，他就是缓不过那口气，是不是缓不过那口气？确实是这样，本来是一个蛮好的家庭的。就是因为他的投资，所以你不能老怪他，就是因为他的投资。您当时知道吗？当时是知道的。您同意了吗？怎么说呢？你同意了吧？你一说怎么说，我就知道您是同意的。那您同意了，为什么所有的事儿都怪人家身上呢？不是，虽然我当时是风险共担嘛。家里的老底儿赔了80%，他赔了40%，你赔了40%，这事儿不就过了吗？您调整一下心态，好不好？我想问，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呀？来就是想来调解一下。哦，您还要过？对。方便问吗？您现在一个月退休金多少钱？我一个月退休金有7000多块钱。您一月退休金多少钱？我有3000多块钱。哎呀，这2个人加起来日子也还不错呀。儿女还需要给钱吗？不需要。真的不给啦？真的不给，一点都不给啦？是这样子。你给没给？他们临时有困难的时候还是给一点啊。儿子有困难给不给？不给。是不是还偷偷给闺女钱？这我也承认。啊，你承认你做的不对呀？但是我是这样想的啊，主持人，毕竟呢他是没有妈的，他们呢是父母双全的。怎么没妈？这不是有妈吗？人家闺女都管她叫妈了。你闺女结婚的时候，人家把所有的钱也拿出来给你闺女大操大办了，人家不是妈吗？你这个心还隔着呢，你不能因为人家当初生病的时候你照顾，你就让他负一辈子这个你的恩情啊，人家不是也挺感激你的吗？其实说白了就是因为投资失败，家里面的经济不像以前那么宽裕了，所以就爆出了各种雷嘛。是不是双方儿女能不能一碗端平的问题，养老的问题，家庭财务怎么透明化的问题嘛？咱把这事儿谈清楚不就完了吗？你们听听老师们的建议和分析好不好？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首先，那个李阿姨，我想跟您说一个点，就是其实咱们有一点就是千万不要没苦硬吃，就是一个人他爱不爱你，他不需要那么多形式上的做法。他以前是手煎药，现在让医院代煎，我觉得没啥，因为从疗效上来说是一样的，你没有必要去加重另外一个人的负担来表明他待你如一这个事情。第二个就是你也不用在意别人怎么说，就街坊四邻的，就是因为这些人很闲杂人等才会嘴碎嘛，没有必要去听这些东西。还有一点就是别人说什么你听进去了，那你就找人家道了，说不定人家就是以前觉得很羡慕你啊，然后所以才会说这种话，所以就特别关注你嘛，对吧？就这个其实不用去在意，因为你们两个并没有想要离家或者怎么样，只是你们俩可能在很多问题上没有及时的沟通。还有一个就是你有一点前期做得很好，您懂得感恩，
但是懂得感恩的同时，我觉得也要懂得抱歉。就是虽然这个事情是你们2个人共同最后的决定，但可能就是您是那个引领者嘛。就是其实婚姻中出现这种经济风险是很正常的事情。当然，叔叔他生气是一定的，因为每个人抗风险能力不一样，他面对伤害来说，他后面那个阵痛期也不一样。所以你可以去跟他好好的沟通，这其实他骨子里是个好人，你也知道他是个好人。还有一个就是你老说他一碗水不端平啊，类似这样的。其实刚刚叔叔说的那一点，其实我可以理解他，就是他觉得在你生命非常脆弱的时候，你的孩子没有尽到应该有的责任和义务，他是在这件事情上是对他不认同的，所以对这个人一直戴了一个有色眼镜。确实这个事情就是你儿子做的不对，你要承认这个事情，但是叔叔你不能用这种方式说给阿姨听，因为那是他的孩子，那是他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你这样说他内心是接受不了的，因为他心里已经有一道伤口了，你还要一直去揭他那个疤，说哎你看你的小孩就是这个样子，这换了您也受不了啊。还有一个，我们要用发展的眼光去看别人。叔叔，你一定要相信这些人在经过这些岁月的捶打和磨练当中，他们是有进步的。阿姨做继母做得很好，确实是让女儿去开口叫一个继母叫妈，这是个非常难的事情，一定是她真的是付出真心去呵护的。那么您是不是可以想一想，确实每个小孩都会有不懂事的时候，可能您女儿也有不懂事的时候，只是没有在阿姨面前展现出来，或者她曾经展现过，但是阿姨选择了无条件的爱她、包容她、支持她。在这个事情上，确实您就是没有阿姨做得好啊。不要再用10年前的眼光去看待，就是已经成人、已经长大的孩子了。您是一个长辈，其实可以试着去好好的跟阿姨的孩子吃一顿饭，哪怕是一顿饭，其实他心里就满足了。这个阿姨要的一点儿也不多，她的初衷其实无非就是想为2个孩子减轻点负担嘛，初心没有问题。您多体谅体谅她吧，而且以后也不要就是你们2个说话的嗓门实在是太大了，就是这个年纪的人了，还这么中气十足。如果有这个力气的话，就去做一点，就是你们现在开始快乐的养老生活吧，不要再有这种对立感了。刚才文老师说，我们人都是在不断进步的，不要拿过去的眼光看今天。但是人的进步也是螺旋式的上升的。你们这2年在那个螺旋的下边，你们这2年没进步，退步了。先生，你说你赔了那么多钱，一口恶气，我听着心里都有气。对。但是你是受害者是吧？您爱人是不是受害者？你们俩都是受害者，怎么还互相指责呢？所以您是不是这气儿出错地儿了？不是，当中我只是想着我提醒他过来的。他是做的不够妥当，但是他也是受害者，他不心疼咱家积蓄这么没了呀？他还深知当年欠您那么多恩情，还有您为他治病掏光了积蓄，他比你的痛苦程度，我认为是翻倍的。而且这事儿经他手啊，他比你还难过呀。你还能出恶气，他往哪儿出恶气去啊？他再把那口气憋着，再得病怎么办？所以你用错了方向，咱是气，但不能把这气撒到自己身边人身上。当年那么难都过去了，是不是？所以咱这气儿也差不多发泄够了啊，咱往回收收。老师说的太好了，他就是这样的，对我肆无忌惮的发火。我还没说您呢，您是不是做错了？或者说你俩当年一起投资都错了？那错了是不是应该有个认错的理儿啊？你知道他心里过不去，他说你错的时候，你都虚心接受，说老公我太难过了，对不起，我这做的啥糊涂事儿？你看让咱家这么差的境遇，我难过死了，您再掉2滴眼泪，你说他还舍得骂你吗？你不能硬刚啊！你这个老头儿，我这个也是被骗了钱了，我也难受，你凭什么骂我？你凭什么给我甩脸子？这不就是2个人越顶越针锋相对吗？谁也不服软儿。所以有时候女人就是以柔克刚，咱不能硬刚，尤其这个年龄。您说您刚才在场上那么大嗓门，我真怕您气大伤身啊。但咱不能这么造自己身体呀，要爱惜身体，珍惜健康，珍惜你们幸福的情感。我多说一句关于孩子的事儿啊，我在您这个孩子身上这件事，我还是支持这位先生的。当年您重病不管不顾，如今给点脸色怎么了？
他不应该逢年过节大包小包的拎着来感谢这叔叔对我妈这么多年照顾有加，那小中药煎了这么多年吗？这不就慢慢缓解了？所以儿子今年都快40岁了吧，他做的也不好啊。你不能指望，虽然这是长辈，那都70的人了，谁该改呀？难道不是您40岁的儿子该改吗？所以您教育也有问题啊，也不能只赖你老公一个人啊。咱们都将心比心，换位思考。那我还得多说一句，先生，你这老伴儿真的其实不在乎那你们家掏光积蓄给你女儿结婚，他疼这个姑娘疼着呢，他像疼您一样疼她。咱们都得互相感恩，互相理解对方，还得共同成长。所以咱不吵了，行不行？你们这么好的生活，我们都羡慕死了。收回那口气，把这个过日子的幸福的心再拿出来，肯定能越过越好啊！祝你们健康长寿。谢谢。理财暴雷这事儿多久了？2年多了。这个惩罚，对于妻子的惩罚够了吗？我就怕您觉得不够，反而形成了一种习惯，刻意的放大这件事情的影响。这件事情您再怎么去在这件事上去质疑对方，也于事无补。但是怕就怕您利用这件事情，对他的态度变了，对他的感情变了，故意在发泄自己的邪火吧。那些火可能也不是这件事情，因为这件事情你是有责任的。我承认。但偏偏如果这种行为成为习惯的话，好可怕。千万不要再继续了，2年已经很长了，对人是一个折磨。这件事儿，孩子知道吗？不知道。为什么要瞒呢？怕孩子着急，怕孩子为你们着急。但这件事情，我觉得孩子应该知道，因为让孩子知道父亲或母亲已经不是当时那个财务状态了，好多钱就不能要了，反而应该给你们了。这是帮你们分担啊。您孩子知道这件事情吗？知道。他怎么做的呢？他就说当时就不应该搞这个事情的，他说你就应该把那个钱拿着去旅游。这是埋怨。我说他有没有拍上10万说爸妈不用担心，那些小事过了，这是儿子孝敬的，有吗？他没有。所以啊，儿子有问题吗？有问题。最后谁跟你们一起终老啊？是您2位。咱再推一个情况，怎么让自己舒坦一些啊？这钱如果花在他身上了，就是老婆得了重病了，这钱花不花？花。得了，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只要2个人同心，只要2个人都知道什么事儿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是我们的身体，是我们的感情。儿女啊，那是另外一层级的关系了。最重要的是你们俩之间的关系，好不好？我其实挺理解他的，因为我刚才代入了一下自己，我如果在这个年纪，我自己这一辈子挣的所有钱80%被我家里人拿去，就算我同意吧，至少是他去找了一个什么渠道，然后关键他也不懂，也不会管钱，然后都霍没了，我也受不了，我也扛不住。我觉得他不是在惩罚他，我觉得他是在自我惩罚，是对2个人共同的惩罚。他现在整个心态和心结是2个人之间共同的惩罚，反而是这个大姐自我防御系统启动了。就你今天的整个态度啊，是那种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我只能对你吼，这是一个自我保护系统。刚才曲总有一句话说的很对，就是说如果家里人出事了，你那80%愿不愿意出？你说你愿意出，你看这一点说明什么？说明他这个人没变。那人没变，为什么这个事儿过不去了呢？其实很简单，这个事儿就是个劫嘛。我们想想看，这个劫怎么过嘛？你今天就当是女儿外面欠了钱，你也咬咬牙，好跟他商量，我们这80%就给女儿渡过难关吧。不要说你女儿了，就算他儿子外面真出了事，那80%你不也拿吗？一样嘛，都是孩子嘛，是不是？你就想我咬咬牙，消灾了。这个灾过了，人生嘛哪有没有风险的？总有风险的，磕磕绊绊，您这一辈子也经历的够多了，是不是？就这个事儿啊，你们俩以后别吵了。
你想啊，您和大姐在一起那么多年，为她做了那么多事，对她好了那么多年，最后临了，为了这点事两人反目成仇，你那么多年对她的好在干什么呢？人到最后，你说别人是夸你的还是骂你呢？临了，你说你这辈子老了，到最后结个仇家。越是遇到风险，越是要相互扶持嘛。关键还在于情不能散，家不能散，不然那么多年，不仅你的钱白挣了，你所有付出的爱也白付出了。好，就这样。谢谢陆琪老师。需要陆琪老师帮助的观众朋友，可以去添加陆琪老师的微信公众号，还有免费的课程。咋了，还爱不爱啊？很爱。我跟你说，这个女人真的好。我刚才问了一个特别扎心的问题，我说你是不是给闺女儿还暗度陈仓呢？是，一句话都没说。说你要过去这再婚的老婆，那脚得跳多高了，珍惜吧，好吗？哎呦，这个爱情听着还挺让人羡慕的。好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真情60秒。其实呢，我听了4位导师的给我的开导呢，我完全释怀了。平时我们那么大风大浪都过来了，何必为这个事呢，把我们的感情都破坏了？今后呢，我一定对你好，还是一如既往的爱你。老婆，请你相信我。我相信你，只要你对我不冷暴力，我全部都可以原谅。因为从大风大浪到现在，真的是一辈子了。来，请亮灯吧。谢谢两位，请回。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欢迎登录优酷视频、腾讯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来吧，文老师。啊，双出。我觉得太太还是要多表达一下。我觉得这个大哥还是挺炽烈的啊。这个太太，如果你炽烈的这个东西，你要不还以温度的话，做再多，其实到最后人家心可能还是凉的。来吧，请开门。来，一起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请见证。对，以后我随时告诉你。来，请亮灯。祝你们幸福健康，请回。谢谢。请回。因为有爱，所以可以化解太多的风波。祝他们健康幸福。来，了解下对嘉宾的基本情况，请看。自从他失业之后，就嗜酒如命，也不去工作，整天在家呀，这浑浑噩噩。家里压力这么大，他一点也不知道分担。人到中年失业了，我心里很难受，有时候只能借酒消愁，但他不理解我，不懂我的苦衷。他对儿子的婚姻根本不上心。对我的工作呢也不支持，我觉得他心里已经没有这个家了。他就是看我不顺眼，嫌我不赚钱养家，我能理解他的不容易，但他也不能步步紧逼啊。有请这对夫妻，有请。男嘉宾赵先生47岁，来自黑龙江，自由职业；女嘉宾曹女士48岁，来自黑龙江，销售。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结婚多少年啊？结婚26年了。孩子多大？孩子24了。男孩女孩？男孩。单身呢？搞对象了已经。哦，孩子都那么大了，都搞对象了，你们俩来这儿干嘛？哎呀，怎么说呢？这不来也没法过了日子，主要是要一说起这话，我就心里都有点难受。啊，不难受，咱慢慢说啊。主要是他，因为他这段时间下岗了，不是吗？哈，完了他总喝酒，嗜酒如命啊。从早晨起来就开始喝，一直到晚上，那都不看他清醒的时候，基本上就天天在床上那么趴着。完了，你们说我一天上一天班了，回到家以后呢，人家你说哪怕你给我做顿饭，给我收拾收拾屋子，你在家里头也算是那什么，虽然失业了是吧？失业不算啥问题，
咱慢慢找工作不就可以了吗？啊。可是他好，就天天在家就这么喝，根本就不理解我，不像他所说那样。啊，您说，刚开始下岗的时候也试着出去找工作，有多久了？小快1年年了都。我上班在那个工作单位已经工作了10多年了，始终接触那种环境那种工作，冷不丁下岗出来找别的工作不适应。啊。再一就是挣的太少，原厂1个月1万来块钱，冷不丁接触那种3000几千的不适应也上火，完了回家就是开始就是拿酒，就是戒瘾的借酒消愁嘛，一点点就练上酒，练酒现在好像是喝完酒那种感觉就是也不愁了也不啥。他就是找理由，我跟你说啊，自从那说下岗之后呢，他就天天喝，心里不太舒服。咱就说你小酌一点，天天的哈缓解一下也可以。但是他不是，他就天天早晨起来就是喝，一天24小时，那基本上就是在床上趴着过的，甚至连饭都可以不吃。这个基本就算酗酒了。那你有什么打算吗？我打算先找个工作，尽量找个工作能适应我的。现在能适应你让工作啊？我寻找你得适应工作呀，怎么工作适应你呢？我是找我适应的工作。这什么工作不都能适应吗？关键现在是还没走出来。他现在是总觉得以前的工作呢，万八千的工资倒是可以5险1金，那时候单位是不错的。后期这下岗之后呢，你们说也劝着他，我说咱们慢慢找，找一个哪怕就说挣几千块钱的也行，是不是？也能贴补点家用。人家就说啥，我落差挺大的感觉，说的以前挣那么多，现在让我挣3000、2000的够干啥的？我不去。老师，你不知道他喝酒喝到什么程度？他那么多喝多了，你要是一说他2句，他给你耍酒疯还，然后甚至有时候说急眼的时候，他还给你动手还。以前都没有过吧？以前没有过，他就是最近的没说。不是我跟你耍酒疯，有时候我这心里话，我这比较内向，平常不喝点酒，话不出来，心里有话说不出来。喝点酒，跟他说心里话，他烦我喝酒，完了话赶话，完了吵着我。那天我是，只是话赶话扒拉他一下子，那一次我挺后悔的。把腿都给我磕青了，好几天都没好。他总认为我是耍酒疯，那可不就耍酒疯吗？过去夫妻感情挺好是吧？年轻的时候挺好的，他不这么喝酒的时候，我们基本上是挺好的，没有什么大事情倒是。这酒除了闹得你们夫妻之间不和，还有什么呀？哎呀，还有就是怎么说呢？你说他喝酒有多误事吧？因为孩子现在24了，搞了一个对象，然后2个人感情也挺好的，人父母对我儿子呢也特别满意。我说行儿子，工作也稳定。明年后年的妈都给你操持结了就中了。人家可倒好，自己做主，偷摸的就喝完酒劲儿拿着他，人家自己就去那个女方家里去了。干啥去啊？去了之后到那儿跟人家那个女方父母说啊，来年我就把婚给你们结了啊，咱就把这事定了就完事了。那后期，完了我儿子回来问我，他妈我爸怎么说给人家结婚去了？把这又是商量彩礼上啥的，跟你商量了没有啊？我说我不知道啊，因为这事你说那样，他总以为是我自己去找亲戚，是把婚单独去定一下，总这么认为是我单独去的。我咋想的？那天也是喝点酒去找亲戚唠嗑，话赶话，唠嗑是孩子姐，我是也这么大了，尽量就是把婚提前就是定一下子。我没都说特意说我自己单独去把婚给定了。你说你没有媳妇儿啊，还是孩子没有妈妈？你要说想去，你得告诉我一声啊。你这他总是误解我单独去的，我可能这单独去给人婚给定了。那你不是他拿这种事纠缠，把婚给定了吗？没定，就唠嗑。我说来年5·1。那你喊人家说的是，女方家长就说了，上哪他就说要订婚，给定了，把这事儿彩礼钱也答应给了。你跟我哥儿子商量了吗？儿子想法呢还？不是说单独去，像你想说会姓就必须得双方父母，我自己去不是为了会姓，不知道喝完的只是喝酒去的吗？承诺5·1结婚，多少彩礼多少万，他认为就是会姓去。结果是同样的结果呀，结果是你在酒桌上定了日期，定了彩礼的数额呀。我认为不是说。不是会姓，你自己还在那儿想的不是这件事儿呢，人家不，你这哎呀，这喝酒啊，真是要了命了。每天喝完酒，我们俩就是吵，下了班我都不想回家。上班本身我这工作压力也挺大的哈。他倒好，你说你回家做什么的？做销售。我做销售的啊，因为每天都要跟顾客打交道，跟售后打交道，每天都挺累心。他倒好，你要说你不能说帮我分担，哪怕你别给我添堵啊，在家里头天天的，自己喝的什么也不是，啥也不管。回到家里还得跟我吵，你怎么说他都不听，一说就急眼。完了，因为这事儿呢，
儿子也特别生气。我儿子跟他说的：“爸爸，我求求你别喝酒了，行吗？我求你，你不上班都可以，我养着你，你只要把那身体好好养着就中了。”因为他喝酒喝的都查出3高来了，血压特别高，都达到190，这么求他都不听。不像你说那么严重。啊，对，人家有理由说的啊，喝酒呢能降压。他说：“你看我要不喝酒的话，我血压反倒高。我喝点小酒啊，我这血压马上一下就下去了。”因为喝酒导致那个血管舒张了，但是它不是你那个血压下去了，是你那个血管舒张了，你知道吗？血管扩张之后就凉起来的时候，好像是血压没那么高，但事实上它血压还是那么高，他们一点好处都没有啊。哪有什么好处啊？因为那次也确实，他那次就是喝完酒正好是量个血压，人他也没跟你说呢，正好一量血压，哎，还真不高，就正好就有理由了吗？更拿着这作为理由喝，而且主要是现在喝酒，他不喝他馋的难受，我都把所有的酒都给他藏起来了，那到底给你翻箱倒柜，实在不中他就自己手机有2个钱，他都给你买点酒回喝。这个对您的工作有什么干扰吗？他这样喝酒？他因为我是做销售的嘛。跟顾客打交道特别多，给业主顾客买点小礼品，逢年过节的哈。因为有时候你就是销售，跟业绩挂钩，主要是他从我这买了东西，下一回呢，你给他送点小礼品，那可能会再来找我来，完了给或者做什么销售的？我做家居建材。哦，挺辛苦。对，要说这种事情沟通也特别费劲，这一单有时候不见得成，要跟很长时间才能成一单，所以说有时候送点小礼品什么的呢，都是我自己掏腰包啥的哈。他不理解，他就总觉得说什么。啊，你挣多大钱啊？你就是一个销售，你就把你的工作干好就完事儿了，还自己掏腰包去那什么？就过去他不会管，过去他可能不会管，但是自从他就是现在没工作了，哎，他就没啥事儿，他就天天就给你找点理由，找点茬，总觉得你这哪儿也不顺他的心，不顺他的意。下了班也是啊，可能是这个回到家电话啊，那个微信呢总是不断，因为售后有些问题呢。可能人家也得问问我什么的啊，我都得哪怕吃着饭可能电话也来，他也不理解，就有时候都给我打击。下了班不要把工作带回家。那个家居建材可能这个售后还真是要带到工作之外，对，因为他随时嘛，装的过程当中随时要问嘛，要沟通是吧？对，有时候人家这个东西拿到家里人不会用，不知怎么那什么，或者是怎么样保养了，以及哪嘎有什么问题了，人指定会随时打电话。我看现在很多做这个的都在做直播，你没试试？要不说这事儿我还不难受。因为这事儿还把我手机还给摔了呢。为啥？我寻思我本身也是搞这个家居建材的，我可以开个这个直播，哎，然后呢宣传咱们的产品什么的，不是吗？也挺好的。人家可倒好，知道这事儿了，人家就把我手机就给我拽了，说什么你还直播呢？你都多大岁数了？是不像他说那样。我说咋讲？客户买礼物，你这一个工作咱都是打工的，一个月挣3、4千块钱，没那必要买。叫你说你回家。说的我说我跟客户联系，回家整半宿。我是心疼你，但是我不会表达。你上1天班了也挺累的。他的误解就是我干有了，我小心眼。你开直播，咱们本本打工，没有那必要开的直播。换个话，我一吵着我就把手机就把它摔了。哎呀，因为他这个酒，我现在特别痛苦，就是说家里头家不像家，日子不像日子。要孩子那时候也这么大了，马上会涉及到结婚的问题了。需不需要房子、车子、彩礼什么的？你说你不能帮孩子，你说哪怕你别给孩子扯后腿啊，别给孩子心里添堵啊。我没给孩子扯后腿。你现在这样像什么？天天喝酒啊？他天天把孩子挂在嘴边上。结婚让他自立，他要的东西我该有的我尽量，比上不足，比下有余。那你哪来那么大压力喝酒的？我现在压力就是找不着合适的自己的位置，冷不丁干别的活根本就不习惯，干不了。我先慢慢适应过来，没想到适应过程中。把酒给适应出来了。你知道你现在是酒瘾吗？承认我酒瘾。去医院看了吗？没看。到医院戒断去吧，这没什么好说的呀。其实我也是想让他去医院，也跟他说过，我说的不行，我不肯去是吗？对，人家就说是啊，我那啥心理压力大，我喝点酒怎么的了？我影响你们了吗？他不知道，现在已经完全影响我们这个家里生活，甚至也影响到我这整个心情。一天，整天我就是说。不想回家，下了班我就不想回家。懂了，他再这么下去，这家有可能就散了，对是吧？来吧，老师们，你们看看该怎么办吧。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大姐，首先非常赞成赵老师说的，就是我觉得您应该先陪他戒酒。您的丈夫可能现在处在一个，就是因为
他以前觉得他自己有价值，他现在觉得自己体现不了自己的社会价值，所以他现在有一点无所适从，他很慌张。觉得你的丈夫可能他虽然没有说出来，但是其实您的就是这个工作上遇到了这个问题，对你打击应该还挺大的，对吧？对。所以他是一个其实不善于言语的人，但是他擅长胡来。他人没什么坏的，你看他喝大了，他都想的是他儿子结婚的事儿。他心里其实是把这个家看得非常重要的。我觉得您现在多鼓励鼓励他，就是不要那么去埋怨他了，就是已经发生的事情咱别叨了。他是做的错，他也一定知道错。大哥您错了就承认错误，对，不要说什么哎呀我不是这样不是那样，你就是胡作非为了一把。您的妻子和您的儿子不应该一直去为你料理这些麻烦和负担，从现在开始你要振作起来，你要真正的相信说我是这个家的顶梁柱，我以前怎么样保护我的妻子和孩子，你未来一样可以做到。首先你的内心就要非常的坚定的这一点，您和您的孩子也要给他这种信念的力量。戒酒这个事情只要你自己想明白了，你一定能戒掉的。我感觉他特别费劲。不，你不能这么说话了，这位女士，如果你再这么说话下去的话，那以后你的婚姻变得可怜，你变成一个可怜，这是你自己的问题。从现在开始，请你用正确的方式。你们家很简单，你们家缺一个向心力，你们的孩子就是你们的向心力，而且你要培养你的儿子开始独立，他实在是太不独立了。他老爸闯了祸回来，先问老妈说他怎么能够这样，他不是应该先想想自己应该怎么样把老爸闯的祸给弥补上吗？就是一个这么简单的问题。你就是溺爱了你的孩子，您也是，你凭什么帮人家？你喝多了你就可以去说真心话，又不是你结婚，他的真心话自己都还没说呢，轮到您说吗？这真的是越俎代庖，就是大家就回归本位，妻子是妻子，丈夫是丈夫，儿子是儿子，爸爸是爸爸，妈妈是妈妈，就这么简单。谢谢。丈夫才47岁是吧？你47岁怎么能够站在这儿就堂而皇之的说，那我们从厂子里下来，其他工作都不适应？因为我以为你67岁了，那是该歇歇了。哪怕你57岁了，说我还有点余力，但是我不想工作了，我也有退休金，我歇歇吧。您才47岁，什么叫不适应啊？是你适应这个社会，还是这个社会适应你啊？是你适应家里边现在只有女人在赚钱，你不赚钱呀？还是说你应该去赚钱啊？我跟你讲，你就是摊了个好媳妇儿，能干媳妇儿，里里外外她现在都是一把手。你还说，哎呀，你就挣那么3、2千块钱，值当你送客户礼物吗？你这说的啥话呀？你把3、2千块钱挣回来呀。你就是被惯的，以前仗着有工厂的稳定工作，想喝点小酒，反正工资上交了，老婆还觉得你是个男人，反正钱都交了，孩子养大了。现在呢，你们家的重担就应该你妻子去承担啊。你努力了吗？所以你的生活只能越来越糟糕。今天你妻子还能忍你，明天她忍你吗？换句话说，现在的家庭当中，你对这个家还有什么贡献？还有什么责任？还有什么值得你妻子留恋的东西吗？有吗？喝酒骂人，所以我觉得你该醒醒了。咱也喝了不少大酒了。刚才老师们都建议说应该让妻子带着你去戒酒，你根本就没有想戒酒的念头，你现在就把人生依赖在酒精上，你把那劲头用在干活上啊？你是做一些什么短工长工，还是跑外卖？有手就能生活，有努力就有收获，怎么就47岁把自己弄得跟个老头似的呀？哎呀，妻子，其实你在这种境遇当中啊，我觉得你应该跳脱出来，不要再纠缠在和他的痛苦当中了。你自己应该做的是活好自己，一方面工作赚钱，一方面寻找自己退休以后未来生活的这个状态，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多交朋友。你如果放弃他，他反而说不定能站起来。你这么拖着全家，他更觉得了，反正有我媳妇儿撑着呢，俺俩20多年夫妻了。对，他就是可能是这么想的。所以你把目光从他身上挪开吧。你不是下班不想回家吗？和姐们吃去，开心去，你晾晾他，说不定他的腰杆能直起来，好不好？喝酒时开心，跟朋友们吹吹牛，爽一下，之后呢，很痛苦吧？
一个身体上的痛苦，一个是空落落的、没有人理解的痛苦。你特别想做一番事业，特别想撑起这份家，但是你的心趴下了。你为什么想替儿子做这个主？是因为你要让可能所谓的亲家也好，或者女朋友家里人觉得，哎，我是当家做主的，我说了算。你太想在这个家里头有存在价值了，因此你会说，你直播你不行啊，你得听我的呀，你不能给客户买礼物啊。潜台词呢，我都没有这个待遇，所以你现在缺的不仅仅是去戒酒，你更缺的是要树立一个自己的目标，因为酒戒了，你还有什么？没有。但如果不戒酒，就4个字儿，就是下一步你们家庭的处境，家破人亡。我身边我也听说有2个朋友，岁数都比我小，跟你应该差不多，因为喝酒，一个去了，一个中风在床上了。你不要以为你的身体能扛，你能这么消耗多久，扛不住。未来你可能真是成为这个家里的累赘了，因为你不能动了。你真的需要去接触一下正常的社会这些朋友。现在跟你喝酒的朋友，跟他们断交，找一份力所能及、脚踏实地的工作。咱们男人得有力量，好不好？撑起这个家，至少咱不给这个家添乱。这个家现在应该听谁的呀？现在应该听他，应该听他的。你现在先戒掉自己的问题，然后做一份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这个家都会再次接纳你的。听懂没有？连你的儿子要说我养着你了，你才多大，对吗？我们还要养活这个家，我们还要为自己的老婆分担压力，这是你必须要做的责任，好吗？就这样。酗酒之前吧，大概是个人的价值感缺失，觉得自己在这个家里面没什么价值了，对，所以开始有压力，然后就开始苦闷，就得喝酒。我其实挺能跟你共情的，因为我前2年的时候喝得很厉害，几乎每天都得喝。一开始的时候没有什么痛苦感，后来慢慢的开始有痛苦感。最痛苦是连喝3、4天之后，彻底醉完，然后吐得不行，第2天起来的时候那个状态，那是最痛苦的。就那个醒酒那个状态最痛苦，那个痛苦其实是心中是万千悔恨，觉得自己这辈子都不要喝了。等酒醒透之后，又馋了，又得喝。就这种周而复始的循环嘛。后来我觉得我自己真不行，因为我从来没有这么失控过。后来我发现只能怎么办，就是工作，没别的，就是工作。后来我给自己排了密密麻麻的晚上直播的工作，因为晚上我必须要直播，早上我要开会。这样的话，我相当于我直播完了12点我就不能喝酒，因为过8个小时我就得开会了，把工作全排满。通过这种情况，我开始慢慢的就是工作上面就没问题，就是我自己对自己的一个约束是什么？就第2天早上我不能是醉醺醺的去上班的。所以恢复工作这个事情不是你能做不能做，适应不适应，而是你恢复自己能力的一个过程。你孩子马上要结婚了，你们家也不是富裕到什么程度，你不能做全家拖累啊，就回去就找个班上啊，找不到班上就去跑外卖啊，因为你跑外卖你不能喝酒的，好不好？好啊。然后我给你几个方法吧。第一个，先带他去医院，先把血压的问题解决了。我现在几乎是不喝了，为什么？就是从我开始控制血压，把血压控制到安全范围的时候，突然之间酒瘾消失了，一点都没了。所以第一件事情，先去控制他的血压，带他去做个全身的体检。他肯定身体有很多问题，你不要抗拒，这个体检一定要做，听懂了吗？听懂了。第2个是盯着他去把工作找了，不要去管他挣多少钱，不要去管那份工作体不体面，不重要。他现在需要的是恢复工作，然后你们给他一些夸奖，如果他做到了，给他一些夸奖，不要吝啬自己的夸奖，好不好？第3，如果我以上所述的这些事儿你都做不到的话，那么你孩子结婚之后你就跟他离了吧。我现在就是这么想的，因为怎么的，寻思孩子也那么大了。我知道，所以现在是你最后的机会了。
对，你孩子结婚也没多久了，就这几件事情不难。我就是个榜样，就在你面前。我当初也是喝的跟你差不多，脸色也跟你差不多，现在不是也没事吗？不要怕，实在不行去医院戒断是个好主意。谢谢陆琪老师啊！有寻求陆琪老师帮助的观众朋友，加陆琪老师的微信公众号，新粉丝去了还会有礼物给大家。他的脸就这么黑吗？他以前不是这么黑的。对啊，我现在怀疑他的肝是不是会有问题？这么黑，就是肝是不是都喝出问题了？我就在想他一天要喝多少酒，再算他这个酒精量了。你看他这脸，就我有脂肪肝，然后我不喝了之后啊，脂肪肝好了就没事了，对吧？你看第一条路喝死，第二条路叫喝残。你就在床上谁伺候你？你这么大的块儿，他行吗？是他肯定。第三条路就是反正也没喝死，也没喝残，老婆孩子没了，跑了，喝到孤家寡人了，就这么3条路。也就是说，不管是为你自己、为你的家人，还是为谁，酒肯定是要戒，就必须得戒。这你要意识到这个问题非常的严重。他这喝酒没说，我跟我儿子俩既哄过，也劝过，没说安慰他，就不抱怨。对，对于家属来说就是鼓励。但是呢，后期他不听啊，没说到现在我就是鼓励。现在人家不是想变了吗？对吧？对，陆琪老师那个观点我特别同意。不管什么工作，先干一个，干这个工作是为了让你先健康起来。这能答应我们吗？答应。行吧，剩下的时间留给你们吧，一起进入真情60秒。如果你要这么喝下去，咱这家就要散了，所以你自己照量办吧。孩子这么大了。我答应你，回家首先把酒戒了，找份工作，踏踏实实干活。这么多年结婚26年了，这次我是对不起你，让你受累了，让你操心了。以后尽量首先把酒戒了，找回我以前的自己。你如果想要这个家你就戒，如果不想要这家，咱们也需要冷静冷静了该。我答应你，一定要把酒首先戒酒。我也希望你把酒戒了，为了儿子，为了我，毕竟咱们也过了20多年了。你说感情也在这儿呢，你自己照量办。我答应你。给你个命题啊，相信你老公离开这儿就能戒酒，你就出来；你要不相信，你就别出来了，好吗？也给您一个命题，你如果说我坚定我能把这酒戒了，回家我就按老师们的建议去办，你就出来。你说不行，我还犹豫，我还迷恋我那酒，您就别出来了。谢谢2位，请回。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节目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有情感困惑的观众可以来电报名，不收取任何的费用，小心被骗。会双出吗？双出。我真觉得他还不如不出来，你干脆晾着他，让他知道你真的有一天会走，他反而可能真去戒酒。我也是建议妻子就别出来了。第一个，心理上给他恐惧和暗示；第二个，就是只有靠工作才能缓解这种事情，所以就强迫自己工作吧。啊，好，就是劝真没用。来，我们看看这对夫妻作何选择，请。咱俩说，答应把酒戒了，通过导师一定戒酒。行了，我们一起来见证这个家庭的重生时刻吧。答应这次来一定要戒酒，听导师去酒店把酒戒了。别哭。我相信你，希望你能把酒戒了，为了咱们这个家，为了儿子。我一定戒酒，这些年受苦渣年。我终于找回我以前自己。老公，我会是你的后盾，希望你一定要戒了酒。是加油，为了我。我们共同努力。我错了，应该是保证不再喝酒，把这家的成因，找回我以前我自己。哎，请亮灯。
谢谢两位啊，祝你们幸福，好吧？去工作，戒酒，好吗？好，谢谢两位，请回。特别感慨啊！我相信这个丈夫能站起来，我真的相信能站起来。这个酒是一定能戒掉的，因为在他的心里其实还是有沉沉的责任的。最后就是祝这个家庭重获新生嘛。再一次感谢4位老师今天做的精彩的人生分享，也谢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